好，来，接下来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是今天早上的最新消息，中国大陆的文旅部宣布了开放上海跟福建两地的居民可以到台湾团体游，好，所以团客可以来台湾了。那当然，这里面其实是两岸互动的关系，就是说大陆这边开放了，那台湾这边开或者不开呢？哈，就牵涉到台湾到底接受不接受。我们看到礼拜三的时候呢，大陆国台办就批评说呢，这个台湾呢第一批的这一个团客的名单遭到搁置。那时候其实大家还不飒飒说，这个有这个团客名单吗？陆委会说我们没有接获申请。不过现在大陆的文旅部已经宣布了，当然先开放是上海跟福建，怎么看大陆的出招？而这一个两岸之间的旅游真的可以有限度的恢复开放吗？这个事实上这是上海副市长那个谈话进一步落实了，所以表示他的那个谈话真的是上面已经授权的。对，那还是回到我们陆委会的基本问题啦。这个等于是跳过两会复谈，那也没有透过授权的副委托的旅游单位，对，那没有谈就恢复，那民进党要不要？因为民进党向来就认为一直要说，我们有9·2共识，照样可以谈啊，而且要再得到这个 credit 嘛。大陆当然知道啊，所以你既然不要谈9·2共识，政府还有这个授权的单位接触都不可能。大陆这条红线，我认为会很紧啊。那可是呢，我愿意实质就开始恢复互动。政府或半政府单位都不能够互动，但是居民的互动可以恢复。对，那这里就牵涉到我的团可以去了，那你到底要不要开放台湾团来？随便你，随便你。好，因为对民进党来讲，大陆的旅游团来台湾困扰更大。对，现在面对的那个社会压力更大。民进党根本不在乎台湾团要不要去大陆啊。对，因为以前就有嘛。可是你目前认知作战搞成这样啊！实际上我昨天也直播题目，我叫小红书逆袭黑熊啊。黑熊现在的论述不知道怎么办，连美国人都跑来小红书，那美国人都是中共同路人啊。那如果陆客团再来，那巴炯怎么活啊？就会有类似的问题。你不用担心巴炯，他都是两岸跳来跳去的。不是，我是觉得赖清德一向是自我期许很高，也很赞成或者觉得以自己的学经历感到光荣，但是民进党却把他拖进一群很不入流的网络上的这些小鬼，然后赖清德政府还要编预算给他们，所以赖清德不只是变成施工，还变成一个养小鬼的施工，而且养的都不入流的小鬼，整天在不入流的媒体上的散布。那你跟小红书啊、抖音的档次就拉开了，那拉开了，你赖清德，你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啊？这是个很现实问题嘛。问题是这个问题他有看到吗？他当然有看到啊。但他无力改变。你会边养，可是并没有表现出哈佛的水平啊。他忘掉了。他是在职专班嘛，可能是比较混一点嘛。他编了2200多万的警政署的预算，去养一个黑熊小鬼，然后秘密的通知所有的警察局要编秘密预算给吴怡农的所谓衰落台湾协会。不是你不是胡搞吗？养小鬼养到这种地步，你能看吗？赖清德，然后网络上弄什么9囧10囧的5叉猫8叉猫的，请问一下，那是我们的台湾文化吗？你要不要拿到公司上去播播看？所以赖清德，你对有自己的秩序，就你今天表现出来是个德性。但他相信这些网红对于他是有扩张能力的，你觉得呢？他算盘打错了。这一群人，我不客气讲，是台湾社会被唾弃的对象。你说台湾社会这么一个科技高档的社会，会去欣赏这些人吗？不过你们就是自己取暖嘛，你们自嗨就好了嘛。你们拉低自己的水平，要搞台独，要有高水平才能搞台独。对，低水平是没有办法搞台独的。国民党以前在大陆上已经吃了大亏，为什么？因为摊开来，这个共产党的将军的文化水平就是比你国民党将军高。对，像前几天人家还在检讨啦，为什么
当时在国共打内战的时候，共产党的士兵的待遇1个月20块，国民党士兵待遇1个月6块。为什么国民党不给我钱吗？那原因很简单，因为共产党给他们的士兵20块，给军官20块，给将官20块，但国民党军官将官待遇不是这个待遇，所以只给士兵6块。所以共产党没有逃兵，国民党打仗逃兵一大堆。那就是在于领导阶层的文化素质有没有让底下人信服，这个是成败很重要的原因。如果你赖清德要把你民进党搞成9囧10囧，那我可不可以以后可以称你叫做赖9囧，对不对？那你自己就失去你存在的意义。那你觉得这一次大陆文旅部出招，台湾会接招吗？上海也好，福建也好的团客可以来台湾？这里面阿亮哥讲对了哈。第一个，大陆的主轴是不是全面开放？因为有双城论坛，我开放上海；因为有所谓的福建两岸融合区，所以我开放福建，名正言顺。其他的以后再谈。对，甚至未来的团客的路线也会有所选择。你这9·2共识有认同的县市观光景点跟没有关都会做区隔。那这个就是民进党在担心的地方。那民进党党也不是，不党也不是，现在简单讲就是共产党他丢出钓鱼竿来，你民进党这条鱼要不要上钩？那不上钩的话，台湾靠观光客吃饭的人是有很大的压力。我刚看雄狮旅游涨8%，凤凰都涨停啊，今天都涨停。好，香龙你怎么看这一次大陆文旅部的出招？因为这一次出招，我就直接告诉你说我开放了。那你接不接呢？你如果不接的话，其实你知道，去年2024年呢，台湾的国内旅游是很惨的。对。因为呢，台湾民众终于可以出国，放心大胆的出国。2023年还不算是完全放心大胆，2024年真的是完全的就出去了，都跑去日本、韩国、泰国。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国内的旅游市场是惨的。你知道今年的过年呢，整个旅游业这个住宿平均住房率只有40%多，对，其实是很低的耶。你们看，我觉得大陆的文旅部现在筹码很多啦，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是在一个旅游爆发的环境里面，它现在的各级的产业里面、服务业里面，特别是旅游，不管是小红书网络上面的旅游，或者是实际上面到中国的旅游，都在大爆发。今年仍然会有倍数的成长。它光是开放免签啊，对于中国所造成的免费的宣传，跟带来的一些呢服务业的商业的效益的扩散，去年只是刚开始一点小点的，我认为它的未来的成长速度会变快。以这种的势头以及气氛，我觉得主要是中国官方的态度的气氛，大量的开放片面的免签，同时期限呢越拉越长，从3天、5天到10天，240个小时的免签跟过境。它的冲击是全面的。第一个就是中国即将成为一个观光大国，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未来几年呢一定会出现的事。中国即将成为观光大国。中国过去因为它的政治态度的保守，所以它的观光业相对的也保守。可中国即将成为观光大国。第二个，因为中国在许多的这观光事务的处理当中的那些的方式，其实对台湾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就是过去在民进党时代所非常努力的想要让桃园成为亚太转运中心，我何必转运？现在转运都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城市里面。中国各个城市里面现在转运的停留的免签的时间都大幅的拉长。我还有过去你是中国，你会成为转运中心，你认为你会成为转运中心，是你认为中国大陆的那种的封闭环境永远不会开放，它已经放开了。台湾基本上在转运点上面的重要性呢大幅的降低。第三个就是说，今天呢他就算他要开放的大陆的团客来台湾，我不知道会有多少团来，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的旅游团呢，出门的比过去减少很多，因为过去呢，亚太地区的几个大陆的热门的旅游景点，譬如说马尔地夫，譬如说曼谷，坦白讲，其实中国大陆的旅客呢，都比过去减少很多，因为经济上面，你想大家都已经在国内都少消费，对，在国内的消费都减少了，他出国的消费，他那种消费动能减少，并不是说我要出国玩，而是因为他在国内他都认为经济呢是在一个不确定状态，所以呢，出门旅游的欲望相对来讲不会像过去
去，大家觉得全世界都是中国人的那种的感觉，那种感觉呢，暂时呢是比较淡的。那这个时候呢，开放就是一石二鸟了。一方面呢，表现出一个开放态度；第二个就是说，知道你中央跟地方之间呢，对于开放观光客的政策是矛盾的。那再加上呢，现在呢，所有的这种的认知战，已经把中国大陆呢，把陆生、陆客、陆配高度的污名化了。对。他已经很难去处理了。我觉得民进党在过去的这1年里面，尤其到最近，我会更深刻的感受到呢赖清德的那种在执政当中一事无成的焦虑感。那种的焦就是在内部事务上一事无成，两岸政策上面，尤其川普上来了之后，台美关系更是高度不确定。我说了。所有的川普的意识形态的主张跟民进党都相反的。对，我甚至于认为昨天呢，从死刑犯里面拖一个出来枪决呢，是打给川普看的。啊，你真的吗？没有，我觉得是因为蔡英文看的。没有啦，打给那个就是反废死的团体。基本上面都就是因为就像当拜登特赦37个死刑犯的时候，川普就干他，川普说这些都应该要枪毙的，你怎么可以特赦呢？就这些的意识形态的主张呢，跟民进党都相反，所以民进党未来要处理台美关系呢，都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民进党眼前，我觉得他接下去最难处理的是他养出来的黑熊跟青鸟。对他来讲呢，现在很麻烦。他既没有办法呢，去像绿卫兵一样的，就是呢放手让他们去恶搞，因为他是执政党。第二个就是说呢，这些的绿卫兵的品质非常非常差。我举个例，不要说阿亮过去的民进党，你知道阿亮即使学经历非常的精彩，在过去的民进党的同辈里面，也就是呢一个标准水平而已。你看一下出事情的郑文灿是建中台大电机系的。你看到出事情的陈启玉是建中台大社会系的，当时的太阳花不是太阳花，就是野百合的时代呢，就是这样子水平。在当时你更不要说像是林佳龙这些，他们基本上都是台大，而且他们在台大里面都还是精英级。因为我认识他们，我知道他们的水平，在当时他们真的都是精英。可是之后到太阳花，到现在的青鸟。拜托青鸟的这些的街头的这些年轻人，他们的母校不会出来呢表扬他们，因为他们的母校都不见了。有几个啦？有几个，不只是八炯啦、四叉猫啊等等，他们的母校呢，在未来1-2年就关门了，就是呢停招的时间都已经确定，好几个的母校都不见了。就是我不是说学历这么的绝对的重要，可是呢，你作为民进党去看你自己，尤其刚刚讲到赖清德对自己的学经历是很骄傲的，为什么他们就在当时顶尖的一群人啊？可是这顶尖的一群人，不要说现在作奸犯科，再往下看呢更不得了，到太阳花，到现在青鸟，那真的是养狗生土狗啊，一代不如一代啊。好的，要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了。那今天谈的话题非常的多，但是呢，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要忘了，那是龙年的风向龙凤配的最后一集。好，我们等着下个礼拜结束了之后，就要去迎接蛇年的第1集了哈。要非常谢谢大家，不要忘了下个礼拜继续收看风向龙凤配，下礼拜见喽，拜拜。Yahoo。